你以为看一眼地球是极致的浪漫，错了，那是人类大脑能承受的极限酷刑。90岁的星际迷航柯克船长上了一趟太空，回来后抱头痛哭，像是刚参加完一场葬礼。他看到的不是希望，是绝望，深黑色的，冰冷的，永恒的死亡。为什么？因为你的大脑在一瞬间宕机了，你发现保护你全家老小的竟然只有一层保鲜膜那么薄的大气层，只要指甲盖破个洞，所有生命瞬间冻成冰雕。更绝望的是，在这种上帝视角下，你引以为傲的豪车别墅、银行存款，甚至你拼了命去争的尊严，连个原子都算不上。这是一种比抑郁症还可怕的灵魂重击，甚至有科学家怀疑这是造物主为了锁死人类专门设置的认知防火墙，一旦突破，你就不再属于人类社会。这种让亿万富翁瞬间看破红尘的绝症就叫总观效应。如果说开头提到的绝望只是前菜，那么接下来我要告诉你的是，这道认知大餐里最难以下咽的主菜，请一定要坚持看到最后，因为这不仅仅是关于太空的故事，而是关于你我，关于此刻正在呼吸的每一个人最残酷的真相。我们先来做个思想实验，此时此刻你觉得自己脚踏实地，很有安全感，对吧？那是因为你就像一只生活在蛋壳里的盲眼小鸡，你根本不知道蛋壳外面是怎样一个世界。一旦把你扔到距离地面400千米的轨道上，你的视网膜接收到的第一信号绝对不是感动，而是深入骨髓的恐惧。1965年3月18日，苏联宇航员列昂诺夫打开舱门，成为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进行太空行走的人。就在那一瞬间，他的手开始不受控制的颤抖，不是因为冷，而是因为眼前的景象彻底击穿了他的认知底线。他后来描述说，那种黑不是你关灯后看到的黑，也不是夜晚的黑，那种黑是一种有质感的，能吞噬灵魂的尸体般的虚无。在这种绝对的虚无中，地球悬浮着，最让他崩溃的不是宇宙的浩瀚，而是那层大气层。在地面上，我们觉得天空高不可攀，但在太空中看，那层维持了70亿人生存的大气层，竟然比一张保鲜膜还要薄，仿佛只要宇宙轻轻吹一口气，它就会瞬间破裂。在这层脆弱的薄膜之外，就是零下270度的极寒，可能瞬间把 DNA 撕成碎片的辐射。生与死之间没有过渡，没有缓冲，只隔着这一层摇摇欲坠的气体。那一刻，列昂诺夫突然明白了一个让人头皮发麻的事实，人类引以为傲的文明，其实就是在一艘孤悬在黑暗中的破船上进行的一场幸存者游戏。我们正光着脚站在万丈深渊上的一根钢丝绳上，所有的安全感在这一秒瞬间崩塌，但这还仅仅是视觉上的冲击。真正让无数宇航员精神崩溃甚至性格大变的是大脑深处某种更可怕的程序错误。这种认知上的觉醒是不可逆的，就像你一旦知道了魔术的解法，你就再也无法被魔术欺骗，而这种清醒带来的副作用是致命的孤独。1969年，巴兹奥尔德林成为第2个登上月球的人，全世界都在为他欢呼，但没人知道那次旅行毁了他的后半生。回到地球后，这个英雄开始酗酒、离婚，多次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直到几十年后他才吐露心声。他说，当他站在月球表面，抬头看到地球像一颗随时可能破碎的蓝色玻璃珠悬在黑暗中时，他就知道自己回不去了，不是回不去地球，是回不去那个相信一切都有意义的自己。试想一下，你刚从月球回来，看透了宇宙的冷酷和地球的脆弱，然后你回到家，坐在餐桌前，听着你的妻子在抱怨邻居家的狗太吵，看着电视里政客们为了几% 的税率吵得面红耳赤，你会不会觉得这个世界疯了？你会不会觉得周围的人都像是活在虚拟程序里的 NPC？ 你心里在呐喊，你们醒醒啊，我们正悬在悬崖边上，那层大气只有几十公里厚，一颗小行星，一次伽马射线爆，甚至哪怕太阳打个喷嚏，我们全都要完蛋。可是你喊不出来，因为在别人眼里，你才是那个疯子，你变成了一个知道真相的局外人，永远无法回到从前。这种孤独比身体上的孤独可怕1万倍，因为它是灵魂层面的。据统计，超过 90% 经历过总观效应的宇航员，在返回地球后的几个月里，都会产生严重的疏离感，感觉自己像个外星人，被困在了人类的皮囊里。但这还不是最极端的，如果你想体验真正的存在主义恐怖，你得去看看那个叫布鲁斯·麦坎德雷斯的人。1984年2月7日，他做了一件让全人类都窒息的事，他没有系任何安全绳，背着一个喷气背包，直接飞离了航天飞机。在那张著名的照片里，他就像一颗孤独的人体卫星，
漂浮在无底的深渊之上，他的脚下是遥远的地球，背后是无限的宇宙，中间什么都没有，只要背包出一点故障，他就会成为宇宙中漂流的太空垃圾，直到氧气耗尽，变成一具永恒的干尸。地面控制中心的工程师全程屏住呼吸，连大气都不敢出。但布鲁斯后来说，那90分钟里最恐怖的不是死亡，而是那种绝对的无关性。你突然意识到，你这辈子在乎的所有东西，房子、车子、工作、仇人，全都在脚下那个微小的光点上，而宇宙根本不在乎。宇宙不在乎你是不是英雄，不在乎你有没有钱，它只是一片永恒的冰冷的沉默。他回到舱内说的第一句话让所有人沉默。我终于明白了，我们真的什么都不是。所以为什么说总观效应是一种降维打击？因为它剥夺了你所有的优越感，它把你扒得干干净净，让你直面自己在宇宙中的真实地位。回到我们最初的问题， NASA 那份封存的心理报告，那些半夜惊醒的宇航员，他们嘴里重复的那句我们在错误的方向狂奔，指的究竟是什么？他们指的不是某个国家，也不是某场战争，而是整个人类文明。我们把时间浪费在争夺领土、囤积财富、制造仇恨上，却忘了我们正站在一颗随时可能熄灭的火柴上。也许总观效应就是宇宙给人类的最后一次警告，它强行撕开了我们的认知，让我们看到真相。在这个冰冷的宇宙里，我们只有彼此。这艘宇宙飞船没有逃生舱，没有备用方案，一旦破碎，70亿人全部完蛋。那些宇航员之所以精神崩溃，不是因为他们看到了宇宙的黑暗，而是因为他们看清了这个残酷的真相，却发现自己无力改变现状。他们带着这个秘密回到人间，看着我们在悬崖边狂欢，看着我们在即将沉没的泰坦尼克号上争抢一把椅子。最后我想告诉你，虽然我们可能这辈子都花不起2个亿去太空体验一次总观效应，但我们可以拥有轨道视角。当你下次为生活中的琐事焦虑，为了工作和同事争吵，或者为了网上的言论愤怒时，试着闭上眼睛，想象一下那个画面。在64亿公里外的黑暗中，地球只是一个暗淡的光点，而你在乎的一切，让你痛苦的一切，都在那个小的不能再小的点上。这不仅仅是一种心理安慰，这是一种生存策略。因为在黑暗森林里，只有保持这种清醒的恐惧，才能让我们活得更久一点。这就是总观效应，留给我们最后的礼物不是绝望，而是清醒。或许这正是唯一能拯救我们的清醒。